这他妈是 OP！ 我操！腹黑狗卷加茂献祭 vs 大树精姐姐，来，咱们废话不多说啊，赶紧开始这一集。我的妈！黑闪，听上去像技能的名字。目前看上去是没什么事儿。哦，打中了，而且造成伤害了。那肯定啊，又不是为了废了你。关键就在于狗卷能够坚持多长时间。这三个人就一个手机吗？那两个人没有手机吗 Do you guys not have phones? Yeah. 这个时候只能靠自己。三轮是更指不上了，三轮已经睡着了。他没劲儿了。哎呦我的天啊，已经口吐鲜血了，赶紧跑吧。这个时候他需要什么啊？他需要润喉片吗？他需要极致糖浆？又要开大，腹黑又要开大，又不让他开大。到底是什么大呀？狗卷要干什么？哦，快跑啊！哦，他叫什么来着？我给忘了。哦，腹黑把他的脚砍掉了。他的这些武器都是从影子里召唤出来的，是提前布置好的。这是个三节棍，这特级咒具就是不一样啊！这一下子能给他打飞喽。哎呦，这个白狗，哎，这白狗太惨了。哎呀，不要让我再看了。还能这样？哦，这是真的召唤出了一只哈士奇。这个时候不应该跟他跑吗？好不容易给他打飞了，这些人应该先跑啊！一定要跟他干吗？换武器又是什么？我肚子里开始长花了。啊！他自己收回去的。开花了，好强的封印术啊！哎呦，谁来救场？接下来就是这一个问题，谁来救场？不可能，我不信，我不信他会把这个大使回来。他使这个大的时候，一定要有面瘫在。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我不相信。你看，就是不让他使吧，就是不让他使出来吧。啊？谁是虎杖吗？是。是这两个好基友。哦 ，My friend。哦，不要啊！等会儿，这是啊！这他妈是 OP！ 我操！这个时候给我放 OP， 我都以为这一集完了。这一集，这是谁把 OP 放到这个时候的？脑子里在想什么？这个 OP 的位置真的是无法原谅。而且我才意识到，那个弹吉他的人其实是他的老头，不是，其实是那个老头。狗卷和加茂献祭这两个人都动不了了。强大是你唯一的优点。哦，连熊猫都来了。也就是说，他们其实已经基本上算全部汇合了。大丈夫。田辺、
哦，要相信我。这又是什么骚话？鱼花之人啊！再敢死就杀了你！黑闪是他的调性啊！你确定吗？他一定是刻意压制了自己的咒力总量。那我就要干爆你！没打到。虎杖没打到，但是东堂这一巴掌是打到了。啊！虎杖没有这个感情。那哎，这个的树精太可爱了。不是，怎么打一个特级变成教学局了？来，多少个来啊？威力一般会是平时的2.5次方，能精确到这个程度吗？歌姬、野猪啊，五条悟和七海剑人，我操，都流哈喇子了，已经进入忘我的状态了，嘴张开了。哦，虽然不太明白什么0.00001秒，什么2.5次方啊，但是大概意思就是说，这是非常非常厉害的一击。如果换到这个一拳超人里，是不是就是奇遇的认真一拳？虎杖果然是天才啊！大锅炖。他刚才是不是说的是英语啊 ？Congratulations, brother。确实是谜一样的男人。这个树精按理说是要比火山头还厉害的，这是当时五条悟对他的判断。但是东堂居然把他当成了教学局。太要认真了。他肩膀上有一朵没有开的花。哦，这动态哦，这个已经太显眼了吧？哦，完美闪避。大树不打算用那个什么吗？领域展开吗？哦，还能这样？他两个人的默契是如何产生的？大树的名字叫花玉，我完全都不记得了。为了环保而战斗。真的是在边认知世界，边感知战斗，然后边提升自己，边成长。这话说到他心坎里去了。再怎么说，他是一个咒灵啊，他肯定希望自己变得更强。哦，开花的这招。啊？毛门台？什么？可以理解，可以理解。
东堂和虎杖真的是亦师亦友啊，两个人不仅搞基搞得很欢乐，而且东堂好像真的让虎杖的这个实力往上提高了一大截。我不知道你们怎么看啊，但是从我的感官上来看，就是东堂好像确实是一个好老师，不过他的这个教课的方式实在是太过于抽象了，反倒是虎杖不仅理解的很快，而且在这一集当中他打出的实战的效果确实让我感受到了就是虎杖的这个主角光环的存在。因为虎杖在这2集中的提升和进步实在是太明显了，而且好像他也没有经受过什么严苛的训练，只不过就是因为东堂点拨了他几句，然后他一下子就能明白了。这个天赋真的是超乎常人啊，一定是主角才能拥有的特质。之前和大树对垒的腹黑狗卷和加茂献祭这3个人都没能把这个大树怎么样，甚至都没把他的这个左手逼出来。这一集里虎杖和东堂2个人，而且最开始其实是虎杖1个人，东堂是在旁边教学指导，也把这个大树打到不行啊，最后真是逼得他都要使出绝招了。结尾的悬念也是满分啊，没得说，东堂要解禁术士了，看来他是要使出全力了。我估计没有人能不好奇东堂他开足马力之后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平和状态吧。行吧，那关于这一集呢，我想说的基本上就是这些啊。最后还是非常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点赞、关注和评论，咱们下个视频再见吧。